不扇翅膀也能飞。安第斯神鹰超长待机5小时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要说到世界上最大最恐怖的飞禽，安第斯神鹰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之一。它们不仅能滞空几小时，而且还能轻松地把大型动物叼到空中，这样的捕食能力就连人类都为之震惊。但没想到如此厉害的安第斯神鹰竟然也沦为了濒危物种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它们也有天敌？我们都知道鸟类的体型越大，就意味着它们的能量消耗越快，但没想到安第斯神鹰却成了一个例外。它们轻轻松松就能飞行数百公里不说，而且还不扇动一下翅膀，这样一来，它们也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。那么安第斯神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，直到近年来他们才通过仪器揭晓谜底。为了尽快得知真相，英国斯旺西大学的教授艾米丽·谢泼德最先将飞行记录仪固定到了安第斯神鹰身上，只要安第斯神鹰挥动翅膀，记录仪就会自动记录数据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分析后，艾米丽教授惊讶地发现，安第斯神鹰虽然每天都会飞行3小时左右，但它们挥动翅膀的时间却仅占整个飞行时间的1%。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极个别的安第斯神鹰竟能在短短的5小时内飞行180公里，而且还不扇动一下翅膀。有了这一发现后，艾米丽教授也难以置信，原来安第斯神鹰根本就不是在飞行，而是在滑行。只要它们在起飞时扇动几下翅膀，就能充分利用上升气流腾空而起。这样一来，它们就可以使自己保持在一个相对匀速的滑行状态，即便是不扇动翅膀，也能长时间飞行。安第斯神鹰超长待机5小时，不扇翅膀也能飞，为何还会沦为濒危动物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饮食习惯太过奇葩。因为它们的后肢发育不完善，所以它们的行动力也比其他动物慢得多。这样一来，它们的捕食范围也大大缩小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它们只能以腐肉为食。殊不知，它们的这一习惯也间接造就了它们的没落。毕竟腐肉也不是那么好找的，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健康，而且严重时还会丧命。说到这儿，就有人疑惑了：安第斯神鹰的滑行能力那么强，只要它们把猎物叼到空中，再重重的摔下，它们不就可以每餐一顿了吗？其实这一方法只对个别的安第斯神鹰有效，大部分安第斯神鹰还是非常愚钝的。先不说它们一旦落地就无法正常行走，而且它们捕食速度也比其他动物慢得多，即便是捕到也只能小口进食。殊不知它们这样做也给了猎物逃跑机会，这样一来，它们追也追不上，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。所以就算安第斯神鹰的飞行能力再强，它们也不是真正的神鹰。安第斯神鹰之所以走向灭绝，难道只是因为它们的捕食能力差吗？其实不然，它们还是出了名的胆小鬼。别看安第斯神鹰的体型非常庞大，但只要遇到大型动物，它们就怂了。为了保命，它们只能迅速拍打着翅膀离开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除此之外，人类的大量活动也威胁到了安第斯神鹰的生命。自从西班牙的殖民者入侵他们的栖息地后，便开始大肆的破坏周围环境。这样一来，安第斯神鹰也无处可躲，只能暴露于空气之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它们也难逃的天敌捕食。短短几年，它们的数量就不容乐观。但就算这样，人类也不会放过它们，因为它们有着庞大的体型，所以很多村民都误以为它们会捕食家禽。为了彻底斩草除根，大家只能不停地捕杀并毒杀它们。殊不知，大家的这一行为也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，就连安第斯神鹰也成了濒危动物。但好在这一现象已经得到了人类的重视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把它们列入了濒危行列。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安第斯神鹰的数量也能逐年恢复。虽然安第斯神鹰的生活能力的确比其他动物差，但它们却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所以它们也不应该落得如此结局。况且动物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也不能因自身的偏见去肆无忌惮地伤害它们，否则一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相信这一局面大家都不愿意看到。你们了解过安第斯神鹰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